为什么自动驾驶到现在还没有被完全的普及？那其实从2010年开始，半自动驾驶这个词就已经出现在各种媒体的报道中了。这主要是因为电动汽车的零部件跟技术相比燃油车来说已经被大幅度的简化了，所以才吸引了大量的资本跨行业进入了汽车制造。再加上 AI 快速的进步，让当时很多人都开始预测，也许在几年之内，人和车之间的关系就会出现非常大的改变。但到现在已经15年过去了，自动驾驶的热潮也慢慢的平静了。直到2023年，一些国家才开始了试运营自动驾驶出租车，而这个技术的普及一定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而我们现在说的自动驾驶这个词其实一直都没有任何明确的定义，全部都是参考了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国际自动机工程学会它制定的自动驾驶标准，是从0到5级一共分成了6个阶段。那简单的说一下，0级就是所有的操作都要靠司机自己完成。那1级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车辆可以辅助驾驶，比如帮忙转向或者调整速度之类的。那2级是在同样特定的情况下，车辆可以同时负责转向和加减速，但主要的安全问题还是需要司机自己去把握，要随时的接管车辆。那3级也是汽车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自己完成全部的驾驶操作，但如果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突然出现了障碍物或者突然出现了人，那这种系统判断不了呢，就会要求司机马上接管方向盘。但问题是人类需要1到3秒的时间才能反应过来。那如果这个时候汽车的时速在100公里左右可能就已经跑出去几十米了，所以瞬间接手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那到了4级，车辆可以在特定的区域内完成所有的问题，而到了5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全自动驾驶，代表车辆不再需要方向盘或者油门、刹车这些设备，可以在任何环境下独立的行驶。而像我们常用的定速巡航或者自动泊车这些功能，基本就属于1级和2级之间的技术，已经非常的普遍了。那甚至到了2024年，4级自动驾驶在包括旧金山的一些城市里也开始了投入使用，而且根据数据显示，这些自动驾驶的出租车事故率要比人工驾驶的事故率低很多。但是在繁华的大城市里就会经常遇到一些道路施工或者车祸什么的，那这个时候的自动驾驶就没有办法像人类司机那种可以灵活的去避让事故，那这就会导致消防车和救护车也没有办法顺利的进入现场去施救。而类似这样的情况其实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但更大的问题是现在的自动驾驶它不太能理解人的想法。比如车辆在检测到行人想要过马路的时候，它就会停下来礼让，那听着很安全，对吧？但要是行人不想过马路，想让车先走的时候，那自动驾驶系统就完全的理解不了了，它就会一直的等在原地。那结果就形成了人让车，车让人这种双方都不愿意动一下的尴尬局面。那甚至在一些突发紧急的情况下，自动驾驶的车辆也可能会跟救护人员出现相互礼让的情况那包括在一些十字路口或者狭窄的小道上，也经常会出现停在路口堵塞交通的问题。那这些都让当地人反感和抱怨，它其实没有什么便利性，这也是目前的技术解决不了的，所以才让很多人觉得自动驾驶事故率低的说法是没有什么可信度的，应该是运营公司为了数据好看，故意掩盖了事故率。也就是说，除非马路上所有的车都实现了互联自动驾驶功能，不然就还是没有办法去预测人类的行为，那这才是完全自动驾驶很难被实现的原因。但如果有一天5级自动驾驶真的普及开了，那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可以想一下，以后的人再也不需要开车了，它可能会像是一个移动的办公室或者私人空间，你吹着空调喝水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而现在的辅助驾驶其实让大部分的人都忘了把车开好其实是一个特殊的技能。因为我们天生下来是不会开车的，需要通过学习考试才能拿到驾照。但就算再小心的人，也会因为疲劳驾驶、分心或者喝酒出现判断失误，造成事故。而完全自动驾驶系统它的好处就是可以减少这些低级的人为错误，而且跟人类220度视野相比，汽车可以通过雷达、摄像头这些传感器实现360度全方位的观察，但是不会有任何的视觉死角出现的。包括系统也不会因为被情绪或者疲劳影响去跟别人开斗气车。
但目前的问题是在自动驾驶的过程里，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该由谁来承担责任？是开启智驾的司机，还是制造车辆的企业，或者是提供自动驾驶系统的 AI 公司？那这个就只能见仁见智了。那还有一个就是电车难题的伦理困境。那如果真的出现了不能避免的事故，自动驾驶的汽车应该怎么选择？是像人类司机一样，在撞到行人之前猛打方向盘撞到墙上保护行人，还是保护车里的司机？也就是说，必须要在伤害自己或者伤害别人之间做出一个选择。那不同的车企在以后可能会给出不同的决策，但是在自动驾驶普及之前，人类必须要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而现在我们一致认为的技术更新会让出租车、卡车、网约车司机大量的失业。那其次，因为事故的减少也会冲击汽车后备件市场和维修保险这些生意。那不要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就像最开始有电梯一样，都会配备一个专门的电梯操控员。但后来这个职业不也是慢慢的消失了吗？所以职业的转变它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但好处就是汽车如果能自己开，理论上就不需要太多的停车位了，或者说只需要很少的车位，因为人在下车之后它可以继续的自己行驶，甚至大家说的自己去上班，再买一个车让它跑滴滴，也不是不可能实现的。那只是到了那个时候投入产出比可能会很少，尤其是老龄化人口的减少会让郊区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多，而自动驾驶应该会成为老年人最主要的出行工具。但如果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自动驾驶，那就会让市面出现更多的电动汽车。那虽然开车更轻松了，但一定也会增加堵车的问题。所以完全自动驾驶对社会的影响是多样性的，并不是单纯的好跟坏之分。那最后看人类的历史就能知道，每当一个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就会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其中有人是幸福的，当然也有人是悲哀的。